大家好，我是猫盾，今天我们来聊官方送的机师10连抽自选应该要选谁。这次游戏送的10连抽自选，能抽到的 S 级机师只有画面中这4位，你可以一直抽，直到你抽出满意的 S 级机师和 A 级机师为止。现在就来为大家分析一下，这4位 S 级机师中应该选谁。我们先来看第一位机械师梅丽莎。梅丽莎是目前钢蓝最好用的机械师，它最大的特色就是自动修复和全图修复。梅丽莎的天赋技能让她可以在主动修理后，再为目标添加长效回复。长效回复会使目标在主动攻击后，自动修理一次所有部位的耐久值，最多可生效2次。长效恢复无法修复已经被损毁的部位，不过当梅丽莎的潜能达到3级后，它就会拥有自动修复已损毁部位的功能。潜能3的梅丽莎，每次在主动修理时，还会为目标多添加一个磁化修复的效果。对战后，若目标出现损坏的部位，磁化修复就会自动修复一个被损毁的部位，非常的好用。磁化修复生效1次后就会消失，不过这也已经很足够了。梅丽莎的招牌技能维修共感，可以主动为一台机兵恢复耐久值和修复一个已损毁的部位，同时也会同步对另一名耐久比最低的友军也施加同样的修理。也就是说，它可以一次对2名机兵进行修理，而且这个耐久值比最低的修理是可以无视距离，不管友军在多么遥远的地方都可以生效的。这就是梅丽莎最强的技能全图奶。最重要的是，这个全图奶的对象也同样可以吃到梅丽莎的天赋效果，后续也可以享受自动修理和自动修复损毁部位的效果。全图奶加上自动修理和修复的能力，这就是梅丽莎能坐稳机械师第1宝座的原因。在某些队伍会被分散的关卡里，只要拥有梅丽莎的全图奶就会非常好通关。不过，即便梅丽莎是游戏里的第1机械师，她也不是我们这次自选的首要目标。因为在游戏初期，通关最需要的是火力，而不是治疗。而且，梅丽莎的全图奶得到游戏中期才能开启。在梅丽莎开启全图奶之前，她只是一位非常普通的机械师，初期还是没有官方送的赛文好用。由于官方在游戏初期就已经送了2位机械师给我们，所以机械师暂时是够用的，不必着急在这个时候就抽取梅丽莎。第3个机械师在开局的必要性还没有那么高，所以这个开局自选10连抽还是留给输出会比较好。第2位要介绍的是狙击手肖尼。虽然肖尼的职业是狙击手，但其实他是个双修机师，射击和战术的属性都很高。而且比起轻型步枪，实际上他更擅长使用电磁炮。只要翻开肖妮的技能表，就不难发现，里面的技能多数是支援电磁炮的，真正和轻型步枪有关的技能只有2个而已。肖妮没有狙击手常见的瞄准的功能，他唯一的狙击步枪主动技能，也只能优先攻击耐久值最低的部位而已。虽然这也是变相的瞄准，但有时耐久值最低的部位却也不一定是我们真正想打的目标，所以这个技能还是不会比可自由瞄准的技能好用，这也是肖妮无法和其他狙击手竞争的原因。瞄准是狙击手必备的技能，身为狙击手的肖妮当然不会真的没有瞄准技能，只是他的瞄准技能被放到了电磁炮上了而已。电磁炮最大的缺点就是无法瞄准，虽然它的伤害高，有穿透能力，可造成范围伤害，但就因为攻击的部位是随机的这个硬伤，最终无法成为主流的攻击武器，是个非常需要碰运气的武器。肖妮的招牌技能精准制裁，可以对纵向5格或斜线4格范围内所有目标的同一部位造成范围伤害。最重要的是，这个技能是可以瞄准，并指定打你想打的部位的。能瞄准的电磁炮，这就很厉害了。假设有站一排的敌机出现，肖妮就可以一炮直接命中一排的躯干，这个爽度可是非常高的。肖妮的瞄准解决了电磁炮的硬伤，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，让肖妮成了电磁炮一姐，是目前使用电磁炮最强的机师。
不过，虽然肖妮是目前游戏里最强的电磁炮一姐，但她也不是我们要优先选择的目标，因为电磁炮在使用上还是有不少的缺陷，所以并不适合成为主力机师。电磁炮只能直线攻击，非常依赖地形，而且还有弹药限制，所以并不是每一个关卡都适合使用电磁炮出战的。如果战场上的敌机不够集中，用电磁炮来一个一个的打是很没有效率的。电磁炮只适合在地形狭窄或敌人密集的关卡中使用，如果前期选了肖妮来当主力，怕是会有发挥不稳定的问题。因此，除非你已经拥有了好用的突击手和格斗家，否则还是不建议在10连抽自选里选择肖妮。10连抽中剩下的2位机师正是格斗家和突击手，所以他们才是这次我们真正要选择的目标。弗列达是一位驾驶轻型机兵的突击手，天赋能力会在战斗前就提前为目标添加失稳状态，使对方的命中率和闪避率都降低。这样既可增加自己的弹药命中率，也可以降低被命中的概率，减少伤害，是个非常好用的技能。弗列达的失稳是可以叠加的，这会使到他在打 BOSS 时变得非常好用。因为降低 BOSS 的命中率，就是变相的为我方提供减伤。最重要的是，它还能使目标在本次攻击中无法被援护防御。无视援护防御是个非常好用的技能，这也是弗列达的价值之一。在钢栏中经常会出现一台机兵周围被几个守护者保护起来的配置。遇到这样的配置时，你想打掉被保护的对象，就得先解决掉周围的守护者，非常麻烦。而且还浪费时间。有了弗列达，就可以直接对被保护的机兵下手，而无视周围的守护者。这样的能力可以为通关省下不少的时间。在钢栏中有很多通关评价都和回合数有关，通关的时间越快，就能获得更多的资源。弗列达的招牌技能是负载强袭，需要消耗1 AP 来使用。负载强袭会让弗列达可以在主动攻击后再次发动攻击，同时技能也给了弗列达双手锁血的效果，即使遭受到过量伤害也不会损毁，而是只会剩下一点的耐久值。最要命的还是这项技能是没有发动次数限制的，效果会在下回合行动开始前才消失。这就意味着只要你还有 AP 可以攻击，弗列达就可以一直输出下去。而且双手锁血的效果也让弗列达可以肆无忌惮的攻击，完全不必害怕会因为双手被打爆而无法攻击。有了这项技能，弗列达就可以在1回合内打出其他机师需要几回合才能造成的大量伤害，这又让弗列达在快速通关的能力上增加了不少分数。弗列达的机兵可以使用暮色之牙，暮色之牙在开局的新手机兵池里就有机会抽到，并且在第1期的斗技后勤中心里也可以慢慢换到，在养成上也会比较容易，是10连抽里最推荐优先抽取的一位角色。接着我们来说最后一个选择，白月。白月是个驾驶重型机兵的格斗家，他的特色是天赋可以为我方提供增减伤，同时技能组里也有很多可以对敌方施加的减1状态。白月的天赋威压光环会使周围一圈的所有敌方造成的伤害降低，并且遭受的伤害提升，是个自带增减伤光环的机师。潜能3后，增减伤的范围还会增加到周围的2圈，有了2圈的范围后，白月的增减伤光环才真正好用。白月的技能里能对敌方施加的减1状态就有使敌方的护甲值降低，使敌方的移动力降低，使敌方无法移动，甚至连使敌方完全无法行动的技能都有。拿一个白月站在 BOSS 的身旁就可以降低 BOSS 造成的伤害降低，遭受的伤害提升。使用白月攻击1次就可以降低 BOSS 1半的护甲，这些都是使用白月的好处。白月的招牌技能是岁月，岁月可以造成 1.5 倍伤害，并且必定命中躯干。若成功击毁目标，还可以使威压光环内的所有敌机都无法移动1回合。岁月是个非常强力的群控技能，不过这个技能要到后期才能开启，并且也必须配合潜能3的2圈范围，才会有很好的效益。
白月是大器晚成的类型，虽然前期的问题不少，比如移动慢、命中率低，但随着游戏进度增加，这些问题都可以慢慢被解决。白月其实也是一个可以被推荐给无氪玩家的一个选择，主要原因有2个。第一个原因是因为它驾驶的是重型机兵，重型机兵的机甲厚，更耐打，所以也比较适合练度低的无氪玩家去使用。第二个原因是因为白月有着3个很好用的指令型技能，这些都在学到岁月前，很好用的过渡技能。指令型技能的特点是攻击后不会遭受反击，这么一来，无氪玩家就可以使用这些指令型的技能来输出，同时又不必害怕会遭受反击。当中最常使用的就是退敌之芒，使用后可以向前方突刺4格，击退敌方2格。击退后可以触发地形伤害，若击退路线被阻挡，还可以使敌方宕机，无法行动1回合。向前突刺4格，也可以用来解决白月移动力不足的问题。即使前面没有敌机，你也可以用这技能来移动，使敌方当机的能力，更是可以让我方在不受反击、不触发敌方技能的情况下，白白的输出1次。不过要留意的是，若是攻击了当机的敌方，他就会马上从当机的状态中恢复过来。选择弗列达还是白月，也可以从你想在第一个限定池里抽谁来决定。突击手和格斗家都是游戏初期要优先抽取的职业。如果你在10连自选这里选择了突击手弗列达，那么在第一个限定池里你就必须抽格斗家红，这是氪金玩家最好的选择，没有之一。红和弗列达都是驾驶轻型机兵的，因为移动力相同，所以他们可以一起快速突进，配搭得很好，不会有跟不上的问题。反之，如果你选择了抽洛莎，那就不妨考虑在10连抽这里拿白月。中型机兵的移动力和重型一样，这样就不会有跟不上的问题。不过洛莎和白月的组合与红和弗列达相比，还是会吃亏很多，毕竟高移动力可以带来的好处实在太多了。当然，轻型机兵移动力高的代价就是防御力低，比较脆。无氪玩家如果养不起来，使用洛莎的体验或许会比使用弗列达更好一点。红和白月也是同样道理，红擅长连续击破，但如果你的攻击力不够，无法一击击破，用起来就会很尴尬。那还不如使用白月，利用白月后甲的优势来慢慢打。钢蓝是一款数值游戏，数值不到位就怎么也打不过。无氪玩家的进度肯定会非常慢，而且还会经常被卡关，即使想快也快不了。所以要拿哪一个组合，大家就自己决定吧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